三个恐怖女人，一个十分魅惑，一个人畜无害，还有一个十分高冷。如果让你选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，又到了一周一次的 SCP 时光。上期视频提到的汽笛人，其实它并不是 SCP， 所以再一次强调一下，本期就给大家带来一期特别点的 SCP， 俗称女性专场。这里并不是说只能女生观看的视频，而是本期介绍的都是女性 SCP 项目，所以各位绅士们看之前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。首先最著名的女性项目是 SCP-166， 它中等身高，身材苗条，医学和生理学分析表明与正常人类存在一点差异，比如头发生长的速度特别快，每月约长20厘米，容易被空气中的烟雾和气溶胶损害，诱发类似于急性哮喘发作的症状。它通常没有什么危害，所以被收容在一个略为安全的环境下，居住在一间 B 级房间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要给他书籍、电视、宗教材料和艺术品，他都愿意待在自己的房间里。作为认真配合的回报 ，SCP-166 被允许离开收容房间，但是每个月只能一次，到邻近的无人岛进行户外活动。在这些情况下，应遵守19A 限制释放协议，并增加了限制，就是在运输过程中不得在 SCP-166 的500米范围内允许任何男性人员出现，并且在他逗留无人岛期间不得允许与任何男性人员进入该岛。是不是一个非常傲娇的生物呢？ SCP-166 通常喜欢一丝不挂，不过在被要求的时候还是会穿上衣服的，因为即使是最轻柔的衣服，它穿上后45分钟之内也会引起褥疮。因此 SCP-166 的服装和床上用品都是用长绒棉制成的，而且每周得更换一次。而它的饮食方面也很奇怪，竟然只需要每周喝1毫升的精液。对此 SCP 基金会已经与当地的精子库联系了，任何时候都必须至少有1名女性工作人员留在相邻的观察室，并且严禁男性人员观看或出现在 SCP-166 的附近。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意外暴露的风险， SCP-166 收容房间内所有的摄像机和窗户都要用半透明的镜子，至少50%的模糊度。任何关于 SCP-166 出现的照片证据均不得永久保存，所以流传的也只是这张照片。SCP-166 因其对人类男性的异常影响而闻名。接受测试的男性与 SCP-166 的视觉接触后，所有男性都想立即进行性接触，70%的测试对象都不再冲动了，剩下30%的男性会首先杀死或驱赶他们可见的所有人后试图杀死166，而试图杀死 SCP-166 的人将遭受严重的心脏病发作或癫痫发作，这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困扰。由于他从小生活在英格兰康沃尔的一个修道院，过着遵循贞操的修道院生活，所以他无法与任何人性男人之间有接触。而还有一个长得可爱的女性 SCP 是053，她其实上是一个小女孩，大约3岁，她具有基本的语言能力，和同龄人水平差不多，甚至在智商发育上还略高一筹。她的性格也非常开朗，很少感到沮丧，只有在一群人在场的时候才变得非常烦躁。如果有人与小女孩进行了眼神接触或者身体接触，甚至只是在 SCP-053 周围停留超过10分钟，那么她整个人都会变得不理智、偏执，想杀人。大多数人都会想攻击 SCP-053，但是无论对 SCP-053 进行怎么样的物理损坏，数秒内就是会自取灭亡。无论伤口多严重， SCP-053 几乎会立即再生，完好无损。大家还记得之前我讲过的 SCP-682 的那个大蜥蜴吗？这2个收容项目进行过一次单独的测试。当大蜥蜴被引进小女孩的收容区域后，大蜥蜴显得很困惑，并且没有受到小女孩的影响，反而小女孩似乎很害怕大蜥蜴，躲在一把椅子后面。大蜥蜴趴在地上，把头靠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小女孩慢慢接触大蜥蜴，看她没有反应就轻轻拍她的头，还拥抱着她，开心地跳来跳去。在实验的剩余时间内，大蜥蜴只做出了2次低烈度的逃脱尝试。实验中还观察到小女孩把玩具分享给大蜥蜴，还用蜡笔在她前部的硬壳上画画，很亲近的样子。没想到大蜥蜴这么危险的生物，仿佛是被小女孩给驯服了。最后一个女性项目是 SCP-336， 她是一个皮肤很白的女性，身高为1.73米，体重68公斤，有阿拉伯或者中东的血统。她不需要睡眠或者饮食，而且似乎不受任何衰老或疾病的影响。和普通人类不同的是，她大腿和小腿处的皮肤就像爬虫类的鳞片。SCP-336 在对待人类方面表现得很冷漠、很内向，她的分析能力很强，在大多数智力测验中得分均在95%或以上，智商相当的高。当 SCP-336 使用镜子的时候，观察到他的态度有明显改善，没有这么冷漠了，看来是自恋型的，欣赏自己的盛世美元可以缓和心情。那些直接暴露在 SCP-336 声音里的人类会产生2种不同的效应，这取决于人体内基因组中 Y 染色体的存在。缺乏 Y 染色体并拥有健康生殖系统的测试者将经历无法解释的不孕症，这种症状持续时间各不同，但与暴露时间长短成正比。相反，拥有 Y 染色体的测试对象会有不同的影响，一般在测试对象暴露于 SCP-336 声音2到3小时后呈现出来，它会持续6到8个小时进入昏迷状态，以代替正常的睡觉时间。好了，本期就介绍这3个女性 SCP 项目，大家对这几个 SCP 有什么想法的，欢迎男同胞在评论区留言，看看你们最喜欢哪一个。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有想看别的内容的可以私信我，我会尽量安排上的。我是正正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